美日韩联合声明，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玩道德绑架那一套，对中国没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部门在华盛顿举行了闭门会议，会后共同发布了一份声明，说三方反对在台海地区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声称维护台海和平对国际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三方还强调了维护国际法中的关于航行自由权利的重要性。这份声明没有提到中国，却提到了台海局势。美日韩没有说反对中国完成统一，却明确表态反对中国大陆采用武力的方式解决台海问题。三方通过强调台海和平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试图给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画设一条所谓的道德底线，也就是不得采用武力。之前我们就说过，美国过去主要是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干涉台海事务，威慑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地区发起的武统行动。随着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的增强，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的提升，美军干涉台海事务的风险越来越高，直接下场参战的可能性呢也就越来越小。但是你不要以为美国人会因此而放弃干涉行动。就国际法而言，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他人无权干涉，这是联合国都承认的。作为域外国家，毫无理由插手，但美国却偏偏要通过自己的国内法进行干涉，并且在多边外交场合无理取闹、挑拨煽动。拜登政府不断地在多边组织会议上强调台海和平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试图对中国的统一模式搞道德绑架，反对两岸通过武力的方式统一。这些说辞听上去好像美国人是多么爱好和平，多么维护世界经济繁荣似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听，为什么美国人要对伊拉克、阿富汗大打出手？为什么要在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挑起战火？至于两岸的未来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中国大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以最大的诚意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谁都知道，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对两岸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但如果台独势力铁了心要分裂祖国，或者采取拖延战术，让统一的时间表变得遥遥无期呢？除了武统和逼统，还有更好的办法吗？美国现在玩的这套道德绑架法，无非是想在社会上制造舆论，把台海问题国际化，增加中国完成统一的阻力。那么我们该如何破解美国人这套手法呢？首先，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力和军力，使解放军在亚太地区对美军形成较大的优势。那么美国搞的这套策略也能为我所用，即中国大陆也可以用台海和平来压制台独的活动空间，打击美国支持台独的情境，把维护台海和平的压力传给美国，最终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长的战略机遇区。其次，必须充分利用立法的手段来反台独，使法律层面的反台独工作进一步完善，并为最终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台独分子创造法律依据。美国给我们讲道德，我们就跟美国人讲法律。基于联合国也认可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完善的反台独分裂法，确定哪些台独分裂活动是必须清除的，并据此展开军事行动，就拥有了更好的舆论战基础。第三，通过灰色地带的军事行动，让台独分子和美国先犯错，在我们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利用台独分子和美国的军事挑衅，开启武力统一的大幕。灰色地带这个概念还是美国人创造的，比如说采取锁台军事演习，利用无人机穿越台湾本岛和外岛，划设禁飞区等等。我们不一定会打响第一枪，但是要让对方打不出第二枪。第四，还可以利用西方政客搞的窜访事件、美军搞的挑衅事件，突然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采用防守反击的办法破解美国人玩的道德绑架，非常合理。总体而言，我们一方面要维护自己武力统一的权利，提升武力统一的能力，同时也要塑造更加有利的态势，尽可能的把美国放在挑衅者的位置上，不轻启战端，但是一定要一锤定音，依法采取两岸统一的行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